邪神雷，你竟然修炼有此神雷！道友不必惊慌，妾身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想请道友到在下处小住一段时间而已。道友一方妾身，先跟妾身到大殿一叙吧。韩道友，请坐。来人，给贵客上茶。道友放心，这杯阴煞茶是我用81种奇毒炼制而成，其中1种或数种自然都是剧毒之物，但所有毒性彼此互克，调和之后反而无害，长饮之下对我等神识还略有增益。多谢前辈款待，但不知前辈为何将晚辈设到此处来？晚辈第一次到地渊来，似乎并无得罪之处。我请道友到此，的确是有些要事相商。不过此事不急，道友先在这里多留几日，过些日子我自会明艳相告。对了，敢问道友如何就称呼？妾身穆青。原来是穆青前辈，晚辈姓韩。第二，你带韩道友到贵宾楼暂时歇息，无论有何需求，都一定要让道友满意。是。有劳了。血毒，你就不想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？主人既然如此，自然有主人的道理，小的无需多问。你很有眼色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之所以突然改变想法，不打算将其作为血石，自然是在此子身上发现了更大的利用价值。更大的价值？主人莫非指的是此人施展的辟邪神雷？正是此人具有的这种神通。极品血石固然难寻，但总能凑齐。可若有此神雷相助，我等图谋的大事便可凭空多出1成把握。如此取舍，还用我说吗？原来事关主人图谋大事，难怪会临时改变主意。不过此人毕竟是地穴老怪指明要杀的，主人这边恐怕还是要交代1、2。那老怪物可不是什么心胸宽广之人。此事我自有分寸。不过在未将事情和姓韩小子挑明前，你先给我把握机会看住了，到时我又要大费一番手脚。是，小人会在这段时间看住此人。穆道友，你有何事找我？六族徐兄，不知你阴气收集得如何了？能否在商定之日前，让那鬼婆子凝练出足够的阴甲玄鬼？下面几层的精纯阴气都被我收集一空了。1层阴气虽最为稀薄，但只要多花些时间，还可聚集不少，足够鬼婆凝练出8000玄鬼。穆道友怎么突然向我问起此事？按照我们计划，这8000玄鬼和地血的上万傀儡全都是炮灰，用来冲开冥河群鬼阻拦。但最后要破水冥河之地的结界，还要另行设法。只靠原先准备的那些手段，并不太稳妥。怎么，穆道友另找到破除结界的好方法了？六族兄果然深知小妹，我的确刚有所收获，想先和道友商量1、2。收获？姑且说来听听。我今日找到一名可以驱使辟邪神雷的存在。冥河结界虽是以阴气为主的禁制，但其中最麻烦的，却是蕴含其中的冥魔之气。这些魔气精纯异常，原先办法并不太保锁，但若有辟邪神雷，此魔气就不足为惧了。辟邪神雷在驱魔辟邪上的确无往不色，但上古之时，邪龙族称霸灵界，几乎将所有金主铲除一空，拥有金雷烛之人也几乎被灭杀殆尽。如今怎会又冒出一名能驱使辟邪神雷之人？这一点尽管放心，小妹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这人似乎尚不知道辟邪神雷真正的驱使法门，只是将其当从普通雷电神通使用。
威力还不能发挥1/10。如此倒有可能，此人大概是无意中得到了残留金雷烛。小妹也是这样想的，否则若此人完全发挥出辟邪神雷威能，就连你我也要忌惮一二。不过能在此时此地碰到这么一个人，也是你我的莫大机缘。看来上天注定我等大事可成。只要此人身怀的真是辟邪神雷，自然是我等一大弊处。但你突然将此事告诉我，想必其中还有麻烦吧？六族兄明鉴，其实这人并非我第一个知道的，他是地血那老怪物让我击杀之人，并让我将此人阴魂柱交给他。据我猜测，多半和那鬼婆子也有些关系。穆道友是想亲自控制此人，让我调解此事吗？小妹正是此意。小妹原本就是木灵明行之体，对金雷主的了解，四人中无人可与我相比。由我亲自指点那人，才能让其尽快掌握辟邪神雷威能，赶在我等发动计划时派上作用。你说的倒也有理，但此事重大，我等几人必须面对面商量一二。我们三人也要亲自见一见此人才可。这自然可以，半月后就在我住处一聚吧。鬼婆和地血就由六族兄亲自通知一二，到时小妹在木仙殿亲自恭候三位道友大驾光临。好，就这般说定了。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，六族这家伙倒是毫不在乎此人掌控在谁手里。哼，想想也是，这家伙是唯一不惧辟邪神雷之人，自然无所谓。但另外两个家伙恐怕不会轻易放手。不过人既然落在我手中，想让我再交出去，痴心妄想。哎，韩兄弟要好好尝尝我们木仙谷的木髓酒。此酒虽不如阴煞茶那般神奇，但也是用万年灵木之髓酿制而成，同样有提神培元奇效。韩道友多饮几杯，便知其中妙处。血毒前辈，前边几杯已经可以了，再喝下去恐怕真要出丑了。哈哈哈哈！到了我等这样的修为，区区灵酒哪能真醉倒我们？韩兄弟莫非还记恨先前和我交手之事？先前那点小事，晚辈早就忘了，怎会因此对前辈有什么不满？既然前辈如此盛情，在下便陪前辈饮上一杯。韩兄弟在我们木仙谷安心住下就是。主人对韩兄弟如此另眼相看，肯定有借重之处。到时无论何事，上次都不会轻。岂不比道友回到地面，当什么非灵族圣子强？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贵族能给道友提供的一切，我们地渊同样能提供。贵族不能给的，我们也能给。这可是道友难得的机缘。不知这里是地渊几层？木青前辈将在下射到此地的原委，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若主人用意一点不知道，自然太虚假。但此事，薛某现在的确不方便明言。不过韩兄弟放心，主人也不会隐瞒太久，顶多半月或1月，便会将一切向道友挑明。至于这是几层，倒没什么好隐瞒。这里是地渊3层的黑雾林。黑雾林？就是那座被阴雾笼罩，据说一旦进入就无法出来的密林。的确就是此地，其实不过是主人在林中布下了一点小禁制而已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，薛某很好奇，不知韩兄弟能否给在下解惑一二？哦，前辈有何不解之处，在下知无不言。其实也没什么。在下只是对韩兄弟能把肉身修炼得如此强大十分好奇。要知道，在下的血河明针虽然不是以锋利著称，但能只凭肉身之力将其反弹而开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前辈想问此事，晚辈肉身的确比一般人强横了一点，不过是当年有过一点机缘，曾经服食过几种加强的灵药而已，又如何能和前辈这样的蛟龙之躯相比？灵药，我猜也是如此。
不过韩兄弟最后接下我天罡血雷时显出的那个3手6臂法相，似乎不是贵族的真灵法相吧？在下看得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哦，那是晚辈无意间得到的一门外族修炼法门，胡乱修炼一番后，才有了些许神通。至于到底是何种法相，晚辈自己也不清楚。原来如此，韩兄弟倒是机缘不浅。来，再饮一杯。今日尽兴，薛某便不打扰韩兄弟休息了。果然如此，如此近的距离，我稍有异动，必定瞒不过这条血蛟。你先下去吧，我一人休息一下。是韩先生，小婢就在1层，随时听候先生召唤。身处险地，更要先恢复心神，等状态回到巅峰，再想脱身之策。穆清徐血毒说一开始便想借之于我，此话绝不可信。当日2妖追来时，杀意分明，若非中途生变，他们绝不会留我性命。穆清突然改变主意，只在极短一瞬，那时他提到的只有辟邪神雷，看来多半就是因为此雷。穆清这等合体级妖王，为何会如此看重？至少可以确定，我身上确有对他有用之处。短时间内性命无忧，只要机警一些，未必没有脱身之机。眼下就等穆清将此事挑明，再见机行事。现在逃走，绝非良计。血毒近在咫尺，穆清尽知遍布黑雾林，稍有动作，便会立刻惊动他们。穆清和血毒都追我而来，他们3人多半能顺利返回地面。如此一来，天蓬族试炼也算完成。天蓬之事，应再无法约束我。韩兄弟，家主人请道友到木仙殿去，要给道友就消几查他几位前辈认识1二。好，有劳雪前辈了。居然是他们！哦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人吗？才只是灵将级的修为，真能派上用场吗？蓝道友何必过于着急？我等借助韩道友的可不是他本身修为，而是其具有的神雷之力。哪怕修为再低上1两阶，但只要能将辟邪神雷之力发挥出来，又有何妨？辟邪神雷的掌控哪有这般容易？自然修为越高，把握才越大。没记错的话，要想驱动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，起码也要有初阶灵帅的境界吧。地谢兄尽管放心，韩道友虽然只是高阶灵将，但论法力精纯和凝厚，只比一般初阶灵帅低那么一点而已。还是地谢兄另有什么手段，可以稳妥破除岷江禁制，让韩道友连尝试一下的必要都没有？若此人真能助我们破除禁制，自是大喜之事。老夫可没有阻拦之意，只是过于挂心而已。木仙女，别歪曲老夫的意思了。既然地雪兄对此请韩道友之事并无意见，自然最好了。就不知六族兄和兰姐姐觉得如何？只要对我们大师有利的，我都支持。没什么，这人的精魂异常强大，我原本想用他魂魄炼制成一具银甲鬼王的，如今又要重新去寻找炼料了。
这人原本就是我和地血先发现的，穆青妹妹就这般将人留下，不觉得有些不妥吗？原来姐姐是想亲自指导韩道友，可据我所知，姐姐所修功法应该反被神雷所克吧？这如何能让他人学会神雷之道？要是耽误了大事，岂不要后悔终生的？是吗？听穆妹妹的口气，好像也懂得辟邪神雷一般。同样未修炼过此神通，有老身指点她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，妾身是木灵之体凝形，辟邪神雷在上古时候位列5行神雷中的至木神雷。有小妹亲自教授的话，总胜过其他人吧？这可不见得。单论成道的年月，老身可是仅次于6族道友的。如此长的修炼年月，足以抵消穆妹妹的这点天赋吧？两位道友先不必争执什么，是不是该让我等确认下韩道友的辟邪神雷真假，再说其他事情吧？想来我等的谈话，你刚才都听得真切了。韩道友可否将你的辟邪神雷放出来一次，让我等几人再确定一下？此事关系不小，想来韩道友不会拒绝吧？不错，果然是辟邪神雷。像这等程度的辟邪神雷，道友大概能放出几道？大概20道左右吧，但每一次释放后，都要是卜居等上许久才能恢复如初。20道，这应该足够用了。不错，冥河禁制纵然厉害，但在如此多神雷狂击下，绝对无法维持住。人没有问题，下面该讨论韩道友的去留问题。我和地血道友对神雷之术不太了解，就不参与此事了。现在木仙女和蓝道友都想让韩道友跟随学习驱雷之道，这确有些棘手。我看这样吧，现在距离大事还有数年时间，前2年先让他跟随木仙千子学习驱雷之道，后2年再到蓝道友副门下，最后2年时间再让韩道友自己领悟修炼。两位道友应该没意见了吧6族兄此意甚好，我看2位道友不必再争了，就如此做好了。既然6族道友和地蟹都觉得此方法甚好，老身也没什么意见。怎么，木仙子觉得此法不行吗？当然不是，就依3位之言吧。好，这些原本就是小事，一切都应以我等图谋大事为主才是。韩道友，给你6年时间，6年内若能将我等传授的驱雷之道修炼成功，发挥出辟邪神雷真正威力，我等自会带你去一个神秘地方，那里有天大的好处等着你。但是相反，你若是在这列6年内无法掌握神雷真正威能，到时韩道友尽管放心，你能如此年轻就修炼出这般神通，6年内修成驱使神雷的法门绝对不成问题。但为了防止韩道友另有什么侥幸心思，我等要在道友身上下些小禁制。韩道友，此件事情一了后，你就先留在木仙谷2年，2年后蓝道友再派人接你过去就可了。好了，此事就到这里。他们果然是想借辟邪神雷之力，破开冥河禁制。可他们口中的驱雷之道，还有辟邪神雷真正威能，又究竟是什么？难道此雷另有驱使法诀？
玄鬼、傀儡、傀儡，冥河禁制，受禁制，冥河之地。木青是木灵之药，而且本体绝不普通，很可能是灵木化形中极少见的高阶存在。此药必为鬼道一脉，而且已将鬼体凝练到极高层次。我派出去的2名血傀儡，是不是你灭的？的确是晚辈灭杀的。先前不知是前辈手下，还望前辈见谅。区区2个血傀儡，我还不会放进眼中的。但是此事也不能就这般算了，以后替我做一件小事，就算抵消此事吧。恭喜韩兄弟，几位大人都对韩道友器重有加呀。有何可喜的？在下现在还对这一切稀里糊涂的。薛前辈可知那驱雷之道是什么秘术？有关此事我倒是知道一点。在上的时候，辟邪神雷在灵界可是赫赫有名的至木神雷，是5行真雷之一，专破魔气邪物，论威能还远在我的天罡血雷之上。不过此神雷需用特殊法门祭炼驱使，否则微不登能发挥10之1、2。上古时候，灵界已知地域被几个上古大族联手统治，其中邪龙族因为此雷对他们的克制，竟搜尽各族天雷烛，并将其毁坏殆尽。自此之后，辟邪神雷几乎在灵界灭迹，驱使此雷的法门也渐渐罕有人知，起码血某是不知道的。邪龙族，韩道友是不是从未听说过此族？这倒并不奇怪。当年几个上古大族对灵界其他种族欺凌太甚，最终被大部分种族联手灭杀。不过这几族实力太强，当年灵界诸族也同样因此被灭了10之7、8。现在的灵界大族，都是那次内大战后才渐渐强大起来的。如此大事，为何人族与非灵族典籍中从未有过记载？我说的上古是灵界初开，诸族刚出现的前古时期。你们非灵族当时还未在此界出现，自然不会记载这些事情。你听好了，我不管你如何想的，但是在2年内必须给我掌握辟邪神雷的驱使法门。如此的话，在鬼婆子那边的2年，我自会帮你推却掉，明白了吗？木青前辈有令，晚辈自会尽力的。哼，你最好尽力，否则我不会白白让你跑到鬼婆子那边的。3日后，你搬到我的木晶洞里去。这2年，我会亲自指点你驱雷之道，血毒、血食之事，这2年全交给你处理了。是，主人。好了，我有些累了，你们下去吧。韩兄机缘不小啊，竟然能让主人亲自指点你修炼，这可是千年难逢的好事。是吗？在下还不知道2年时间是否真能修成驱雷之道呢。主人既然这般说，肯定是有把握的。韩兄弟无需多心。他不过化身修为，竟能在几名妖王眼明底下留下暗号，没有凌波，没有气息外泄，这绝不是普通传讯术。他故意留知道他还记得旧事，可他为何要冒这个险？白发美妇身边究竟是困局，还是另有图谋？当年他不惜自毁金丹，也要助严厉还魂，却是重情之人。只是多年过去，人心最为善变，至少此刻他并不愿让旁人知道我与他相识。辟邪神雷是至木神雷，5行真雷之一，若无特殊法门驱使，威能不能发挥10之1啊？他们看中的是这辟邪神雷
这也是我唯一眼睛能握住的筹码。若真能掌握驱雷之道，未必不能从这死局中撕出一线生机。当年无意催生金雷主练成72门青竹风云剑，只知此雷刻之阴邪，却从未想过他竟有这般来头。若他真是五行真雷之一，号称至木神雷，若未能真可再增10倍以上，那便足以成为我在灵界立足的一张杀手锏。但这些地渊妖王大肆炼制鬼兵傀儡，又要去冥河之地，此行风险之大，只怕远在他们口中所说之上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陨落其中。好在听他们口气，至少还要6、7年准备。这段时间，未必不能想出避开此险的方法。如此多年过去，若一切顺利，婉儿在人界也该境界化神了吧？不知何时才能在灵界与他重聚。竟已是心神失守如此之久。这就是本座用来闭关修炼的木晶洞，此地木灵气之浓，即使在整个灵界也不多有。修炼木属性功法之人，在此洞修炼，足可有数倍效果。以我的神念之强，竟完全没有发现此处通道。此地木灵气如此浓郁，2年内掌握驱雷之道，或许并非全无可能。但他连这等灵地都舍得让我使用，可见对辟邪神雷势在必得。跟我来，我给你安排住处。此后2年时间，你就在此处度过，不要外出木晶洞1步。四周我已经布下一种极厉害禁制，没有我亲自打开，你走不出此地。这是我平常用来打坐的一座密室，就先借你暂时居住修炼。从明天开始，每隔7日，我会指点你一次辟邪神雷的驱雷之道。7日后，你到厅堂找我就行了。此地除了我布下禁制的几处要地外，其余地方都可任你出入。多谢前辈。没想到如此之巧，你的天劫竟在此时来临。不过你身怀辟邪神雷，又已经对驱雷之道初步了解，这等程度的雷劫，想来能轻易应付。凡可趁机印证磨练一番，对你真正掌握辟邪神雷大有好处。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偏偏在此时来临，好在灭尘丹一直在服用。这次并非那2色雷劫。借天劫磨练驱雷之道，果然有效。
若只动用1、2颗，顶多对炼虚修士形成些威胁；可若10余颗同时击出，便是合体存在，也未必敢轻易应接。这次还能从容接下，往后可未必还有这般轻松。等踏入炼虚，大天劫一到，才是真正的生死关。若真要强行炼化，没有3、4年根本不可能成功。必要之时，或可用原子之力与辟邪神雷暂时遮住4道印记感应。韩道友，地雪道人到此可是特意找你的？找晚辈？不错，老夫是有事找你。莫非忘我当初的传音之语？晚辈自然没忘。前辈有何吩咐？木仙子，你可听到了？这可是韩小子自己答应帮忙的，可没有人强迫他啊。妾身有什么可推辞的？不过地谢道友应该很清楚，让韩道友尽快掌握辟邪神雷的重要。你说的3个月绝对不行，我只能给你1个月，否则就要影响我等的大事了。1个月根本完不成我的事情，我要炼制的傀儡也重要无比，同样无法耽误的。要不这样，将他借我2个月时间，这样应该勉强够了。1个半月，多1天都不行。好，1个半月就1个半月，不过要借一下木仙子的传送阵一用。传送没有问题，我会将你们直接传到血焰山，到时我会亲自把人接回来。哈哈，没有问题。韩小子，跟我走吧。韩道友，你总算来了。我的4大紫血傀儡需要你的辟邪神雷加持一下，这样才能在冥河之地派上大用场。紫血傀儡，具体信息到了住处，我再和你详说一下。进去吧。这是本座的看门龟兽，此兽可是天生的火灵之体，可同时释放3种不同的灵焰，在熔岩火灵之地时威力奇大。本座收服它时，都费了莫大的力气，而要进血焰宫，就必须经过此兽。前辈神通广大，晚辈佩服至极。将阴火殿打开，本座要好好招待一下韩道友。